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把黄金铲。朋友们，今天早上一睁眼看到黄金市场，是不是感觉有点精神分裂？这市场风向简直变得比翻书还快啊！昨天现货黄金才刚创下历史新高，价格像坐火箭一样，首次冲破了4800的大关，盘中最高触及4888，市场一片沸腾，所有人都在谈论下一步要挑战6000、7000，甚至10000。结果睡了一觉，剧情直接来了个180度大逆转，刚涨上来的黄金白银又跌了回去，现货黄金价格已经来到4790附近。昨天我就有提醒大家，在这种绝对的历史高点区域，随时都会有剧烈波动，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如果有参考我昨天建议的朋友，相信你们一定也都有安全度过，没有受到波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让黄金一夜暴跌，它后续的剧本有没有被改写？改写了多少？我们又应该盯紧黄金的哪几个生死关口？这可能是决定年初这波史诗级行情是中场休息还是趋势反转的关键一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过去一周黄金暴涨的核心引擎是什么？简单说就2个词：格陵兰和恐慌。几天前，川普对欧洲8国进行关税威胁，要求掌握格陵兰岛的主权，市场瞬间炸开。这不是普通的贸易摩擦，这是在用经济武器直接对准盟友的主权核心进行勒索。欧洲议会立刻冻结了与美国贸易协议的批准程序，欧盟各国领导人更是开口大骂，甚至讨论启动价值930亿欧元的反制关税方案。全球避险情绪爆表，资金疯狂涌向黄金，直接把金价推上历史新高。但是朋友们，戏剧性的反转来了，就在今天凌晨，最新的消息传来，川普已经和北约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了合作框架，并且原定于2月对欧洲8国加征的关税也取消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是不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没错，川普那个经典操作 Taco 交易又来了。这里给可能不太明白的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 Taco 交易。这是华尔街总结出的一个规律，川普总是先放出严厉的威胁，引发市场恐慌，但最终往往会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或者退缩。这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高潮迭起，但结局总是虚惊一场。这次看来Taco 交易的剧本再次上演了，川普用极限施压换来了一个所谓的合作框架。这个框架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可能是美国在格陵兰获得更多的军事或资源开发权限。但无论如何，一场眼看就要爆发的跨大西洋贸易战，在最后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所以你看到今天黄金为什么跌了吗？最直接最暴力的那个避险引擎被暂时关掉了。之前因为恐惧贸易战和地缘冲突而追高黄金的热钱，第一时间选择获利了结，造成了金价的短线急跌。这不仅仅是技术调整，这是上涨逻辑的松动。如果说格陵兰事件影响的是黄金的短期情绪面，那么围绕着联准会的新闻则是在动摇它的长期价值面。黄金这波自去年以来的长期牛市，除了避险，还有一个更核心的关键，就是对美元信用的担忧。市场担心川普会严重损害联准会的独立性，迫使联准会长期维持超低利率，甚至直接印钞偿还政府债务，从而导致美元购买力被稀释。这是一个强大的货币贬值交易逻辑。但是昨天的2条消息为这个逻辑带来了变量。第一件事是川普暗示主席人选可能只剩1位。我们都知道哈塞特已经被排除在外，那么现在还只剩下1位，就减少了未来人事任命上极端鸽派人物的不确定性。第二件事是最高法院可能要拒绝罢免理事库克了，这是一个更有象征意义的信号。这说明川普试图透过行政权力直接清洗联准会领导层的举动，在美国3权分立的制度框架下遭遇了强大的制衡力量。这2件事叠加起来，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评估一个可能性：联准会或许能比想象中更多的保持政策独立性，就算未来会降息节奏和幅度，也可能是根据经济数据，而不是纯粹的政治压力。如果联准会彻底政治化，这个最坏的预期被证明是多虑的，那么黄金作为对抗无底线印钞的终极武器的溢价，就需要被重新定价。虽然这个预期修正的过程会很缓慢长远，
远，它不会导致黄金立刻崩盘，但会像一道暗流，持续削弱黄金长期上涨的一个核心支柱。这也是为什么在美股反弹、风险偏好回升的时候，美元指数也同步走强，因为市场对美元极端贬值的担忧暂时得到了缓解。好的，讲完了2个主要的利空干扰，我们来到了决定日内乃至本周行情走向的最关键环节，今晚的美国经济数据。现在市场的心态可以说是非常矛盾了，风险偏好回来了，但经济到底怎么样呢？联准会到底是怎么想的？这2个问题，今晚的数据将给出最关键的线索。第一个，核心 PCE 物价指数，这是联准会最看重、最青睐的通膨指标，它会直接告诉市场，美国的通膨之火是不是真的被扑灭了？联准会未来的降息空间到底有多大？目前市场对2026年联准会再降息2次的押注已经在减少。如果 PCE 数据再次显示通膨顽固，那么利率维持更高更久的预期将重新成为焦点，这对黄金会是短期的重大利空。第二个，第3季 GDP 中值，它将揭示美国经济的真实体质是稳健复苏还是外强中干。如果 GDP 数据被大幅向上修正，显示美国经济韧性十足，同样会削弱降息的迫切性，对美元有利，对黄金不利。反之，如果数据被下修，显示经济有隐忧，则可能重新点燃一些避险情绪，对黄金形成支撑。所以今晚的剧本非常简单，数据强劲利空黄金，数据疲弱利多黄金。聊完了所有基本面的因素，我们最后必须脚踏实地回到最诚实的盘面上来。消息面决定方向，而技术面会告诉我们多空双方会在哪里展开决战。经过昨日的大幅波动，黄金的短期技术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历史高点成为强力压力，刚刚创下的4870到4888区域已经成为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天花板和新的强力压力位。任何向上的反弹，首先都会在这里遭遇巨大的卖压。我们第一个需要关注的关键支撑区域在4780到4800附近，这里是今天跳水后的一个初步停留点，也是心理上的整数关卡。如果今晚数据利空，这里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如果4780失守，下一道更重要的防线将在4700到4730区域，这里是前期上涨过程中的一个整理平台，也是更多趋势交易者设定停损的关键区域。一旦跌破，可能引发更深幅度的技术性抛售。对于交易者而言，在今晚数据公布前，最好的策略是保持耐心和敬畏，不要急于在支撑位猜测底部做多，也不要在压力位盲目追空。市场的所有逻辑都将在数据公布的那一瞬间被重新定义。我们应该像猎人一样，等待数据公布后市场的第一反应。重点关注黄金对美元和美债殖利率的敏感度是否恢复，价格是选择向上冲击4830到4850区域，还是向下果决跌破4780。只有当市场自己用价格选择了明确的方向后，我们再考虑跟随趋势制定下一步的交易计划。格陵兰风险的暂时缓解，TACO 交易的重现，以及对联准会独立性担忧的修正，在这3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戳破了短期情绪催生的价格泡沫，让金价从狂热的巅峰向现实的基本面回归。但这并非黄金牛市的终结，更像是一次必要健康的阶段性调整，让行情从纯粹的情绪驱动过渡到更复杂也更可持续的经济数据与政策博弈驱动。今晚就是这波走势调整后的第一个关键考验。无论你是坚定看多的长期持有者，还是寻找波段的短线交易者，今晚都请系好安全带，紧盯萤幕。最后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